哎呀，谁喽？哎呀，哎呦呦呦呦呦！明天还没涨价，明天晚上12点过后涨价。明天晚上12点过后涨价，明天来加92没有了。你看看这些人都来加油来了，开4轮的都来抢油来了，这是抢油，这哪是加油啊？怕没油，一家都拉10来个油桶，说怕打仗涨价，一用1年的，你这玩意还能断溜？感觉2伊战争，伊朗没赢，以色列也没赢，美国更没赢，中石油跟中石化赢了。听说今天晚上的油价要上涨，加油的人好多哟，排了半个小时，都还没有加到油。我们现在加油的人车苦苦往外排，太吓人了，这车全都是等着加油的啊！这一看石油要涨价了，全都来排队加来了，太吓人了。这么几个人妈的搁这找他，肯定加满啊！你要涨1块6、7的，现在是7块3是吧？对呀、再涨1块6、7，这不是马上柴油都要9块了？对。这也太夸张了，基本上10块要，95都要10块了。对，我操，跳枪，差不多吧，就这样吧。微信是什么？微信吧，微信我扫你。现在是22号晚上的10点，随着我镜头带您看一下现在实时加油站的情况。92的已经卖完了，92的已经卖完了，那也依然排着大队。看这车，我们来到第2家加油站啊，我们看看这个排队情况，已经排到马路上了，这个排队情况还是很壮观的。我们看到加油站里也是人满为患的状态，排了很长的队。这是第2家加油站。受中东战事的影响，最近中国油价持续上涨。官方宣布，成品油价格于3月23日午夜大幅度调整，全国各地的车主们纷纷赶在涨价前加满油，导致中国多地加油站大排长龙，加油站排队堵塞，形成新一轮的抢油潮。这不仅是今年内中国第5次上调油价，同时也是涨幅最大的一次。多家机构预测，92号汽油价格或将全面迈入9元时代。据测算，本轮成品油对应涨幅或达每吨2200元人民币左右。折算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每升分别上调 1.73 元、1.83元、1.87元。以一般私家车50公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 86.5 元。若70公升油箱，成本更将增加逾100元，民众用车成本显著增加，网约车、物流、航空成本也将同步上涨。因此，最近中国多地加油站都出现排队加油现象，特别是在这轮油价调整前，多地加油站在傍晚时分就已涌现排队车龙，导致很多加油站挤得水泄不通。今天是3月22号，可以看一下我后面啊，这是加油站，已经排队排起了长队啊。可能23号这个油价要上涨了，95号汽油啊，可能要突破10块，92号油呢，可能要突破9块啊。什么概念啊？这是普通的私家车啊，它油箱是50升油箱，你加92号油，可能要多给86块钱，然后你加95号油啊，可能要多给到150块钱左右。所以说有车的朋友们啊，你们今天可以去排队啊，把油加一加。能省一点是省一点，毕竟老百姓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这咋弄哎？这加油都排不上队，往往多少人哦？那边排2排，你看看这边2边排还排不上队，上午没排多，下午来排，还是这么多人。看看啊，这汽油涨价了，哎呀，看加油的车排上队了，都拿了到油桶加油啊，看看啊。来，弟兄们。看看你们那的气价现在涨了多少了？哎呀，2天的时间涨了2块，快3块了，2块多。
今天加油站的生意真好呀，都是在排队加油的。因为过了12点钟，这个汽油要涨价了。我呢本身不该过来凑这个热闹的，刚好我车子没有油了，所以呢，来加油站来加个油。跑了2个加油站都没有加到油，油都被抢光了。都说油价要上涨，大家都疯一样的就抢。我现在再到下一个加油站看看有没有。这是第3个加油站，不知道有没有。啊，95的加满啊！哎呀，好了，终于有油。数千公里之外的导弹精准地命中了我的油箱，无辜的我表示很受伤。国际涨我也涨，国际对我有影响，国际降我不降，我和国际不一样。烽火3月连环坑，不计油价涨一分。车犹在，箱已空，路漫漫囊中松。古人悲行路难，这道蜀道多山川。我悲愁行路难，这愁。油已加满，车衣已上好，没啥特殊情况的情况下，静等这个油降价吧。这段时间是不开了，开不起了。就这样吧。3月23日，大陆财经频道记者走访济南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加油站，发现，尽管部分车主油箱尚有余量，仍选择补油以减少损失。一位车主告诉记者：“我油箱基本满的，听说油价马上涨了，今天来再加上一些。”加油站工作人员说，这2天加油车辆明显增多，前2天晚上加班到11时多，今晚加油车辆估计比昨天还要多。工作人员还表示，多数车主抱着提前囤货的心态，趁涨价前将油箱加满。你们加油站没油就没油嘛，干嘛要加假汽油给我们？你们这些人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我都不知道这是水还是油。现在车子也开不走，发动机一点动力都没有，踩油门就一直喷水冒白烟，闻着还有股怪味。我都开这么差的车了，你们都还要坑我，真是造孽啊！有兄弟说啊，为什么我们的会贵？因为我们的有养路费在里面。我想了一下，高速我也交费了，路桥我也交费了，他在路边画条线，我停个3-5分钟，我还得交费，到底去哪了呢？油价如果真涨到了9块多钱一升的话，我想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买车了，也不会开车了。你可能就是能坐地铁就坐地铁，真的要出门要开车，可能都会选择打车，因为打车的费用可能比我们开车的费用还要便宜，因为很多现在打车都是电动车。哎，不说了，这个时候我们也赶紧回店里开几台车过来，把油箱加满。国内油价每次上涨都会惹来骂声一片，我就不相信没人能看得到，也从来没人解释涨价的机制和原因。以前国际油价100美元时，国内油价5块多，现在国际油价80美元，国内油价8块多，我就不知道是你妈谁数学不好，不会算账。更畜生的是，某石油公司上半年油价是8块多，居然亏损了将近300亿。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油价才3块，人家净赚1000多亿，这是因为什么玩意儿呢？看看今天路上车都没有了，油价涨的车都没有2辆了。昨天都在排队加满油，今天都不开车了。普通人的日子真不容易啊！油价一涨，加油站空了，马路也空了，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啊！台湾省几乎不产石油，为什么油价比我们大陆还低呢？按常理讲，这地方的石油探明储量是33万吨，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它的能源极度依赖进口，整个18年是进口了4438万吨原油，就完全是没有办法去自主选择。但结果现实也蛮吓人的，他们的92号汽油折合人民币才6块钱上下。今天是3月21号的晚上7点半，然后这边是胡志明，我们看看加油站需不需要排队。目前来看加油站都没排队啊。然后现在油价的话是涨了 1.3 元每升，平均每升的话是 7.9 元，较之前的话是涨得挺多的，但是也没有恐慌排队加油。兄弟们看看哈，我在这批州啊，我在后面排队知道吧，我都不知道前面加油站，然后我问这个乘客，我说这怎么是红绿灯时间长吗？他告诉我说明天油价涨了，这些人跟着排队，
我就想问一下子，这油价能涨多少？要排这么长队吗？我靠，我还傻的在后面等10几分钟，这后面果然有个加油站。中国油价今年已经历多轮上调，若本次调价落地，将形成5连涨局面。中东战争升级导致油价居高不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超过70%的原油依赖海运，其中大部分需经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大陆 A 股市场的3大股指全线低开低走，均跌超过3%，市场恐慌情绪达到冰点。业界普遍认为，油价飙升直接推升物流成本和企业成本，削弱消费者信心。这次油价上涨也显示出北京政府多年大力推广的新能源替代石油战略，在现实危机面前不堪一击。面对突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相关替代机制难以及时填补缺口。现在是26年3月23号的下午6点啊，你看。这是我走过的第3个加油站了，加油站的路已经封了，2头封死了，加油站没油了啊！加油站没油。今天我去加油站加50块钱的油，然后那个大姐看着我，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有点尴尬，然后她就安慰我。他说没关系的，现在这年头大家都困难，很多老板开奔驰宝马来也都是加50块钱的油的。他越安慰我越觉得不好意思。国际一打仗，油价就上涨，说到底最受影响的还是咱们种地的农民。不是咱爱跟风，也不是咱瞎紧张，是春耕马上就到，耕地、播种、拉粮食、拉肥料，哪一样不需要油？现在的油价一天比一天贵，你不囤，过2天更贵，到时候耽误干农活，这一年的收成都受影响。你看我们村3轮车、小汽车都拉着油桶去加油，不是我们爱囤，是真的没有办法。疯了，简直疯了！短短几天，柴油一升，疯涨2块多，这一箱加满要多花2000多。就算中东所有的油田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的油价一样会涨，油企业一样会说亏本了，你们信不信？刚刚过来我们的村子面碰到了这个大爷啊，我就问他，我说这次油价上涨对你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说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家喂了一只铁牛，这个铁牛要喝水，然后这个油价的上涨导致他已经无法给这个铁牛喝水。这段时间呢，又是春耕播种的时候，他只能靠着自己的双手去包包子，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看来这一次油价的上涨已经蔓延到了我们的农村。沈阳现在9·2汽油都8块多了吧？我同事说这油价涨这么快，再涨他就不开车了。开车上班1个月最起码得下2箱油，加1箱油300-400块钱，这么算下来，加油钱再停车费啥的，得1000多块钱以上了。那还不如坐地铁上班呢。坐地铁通勤上班的话，一天也就5-6块钱，把那钱省下来买2身衣服，吃点好吃的，比啥不强啊？沈阳的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开车上班吗？油价要再这么涨的话，还开得起吗？哎呦，哎呦，停！哎呦，哎呦，哎呦，停！
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